2026年，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场集体的政治高烧。当我们打开新闻，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的油田火光、荷姆兹海峡的军舰对峙、北极格陵兰的破冰船，以及巴拿马运河那望不到头的排队船只。很多人问，美国为什么变得如此好斗？这难道只是无意义的挑衅，或是国力衰退前的垂死挣扎吗？不，如果你将这些冲突点在世界地图上标记，你会发现，这不是混乱，这是一场精密计算的地缘外科手术。美国正在执行一套全新的战略逻辑——咽喉控制论。它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，在全球霸权交替的关键窗口期，利用这些战略咽喉的跳动，精准地干扰那个正在崛起的新霸权——中国。从南美的能源基地到北极的航道门户，美国正在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网。这不只是为了开战，而是为了随时具备一键断电的能力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美伊战争第二集背后的真实剧本：美国如何通过制造局部混乱来维持全球垄断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为什么我们说美伊战争第二集其实是一场关于生存空间的精密计算？让我们把视角拉到全球贸易的咽喉——荷姆兹海峡。这里每天承载着全球20%的石油贸易，更是中国能源进口的大动脉。美国在2026年对伊朗的频繁施压，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占领得黑蓝那片荒漠，而是为了测试这个断路器。只要美国能随时点燃海峡的硝烟，全球航运保险费就会飙升。这不只是针对伊朗，更是针对东亚工业心脏的远程心律不整。视角向西横跨大洋，来到巴拿马运河。近期这里的冲突与技术性维护频发，你以为只是意外吗？不，对于美国而言，巴拿马是其新门罗主义的索要。在2026年的战略构想中，美国必须确保其东西海岸海军能24小时内完成切换。任何外部势力想染指这条运河，都被视为对美国本土安全的直接威胁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频繁在拉美地区发动微型冲突。荷姆兹负责切断能源，巴拿马负责锁死后院。这两把锁一扣上，全球公共航道就不再公共，而是变成了美国的私有物。当自由航行变成了选择性通行，对于依赖全球化的中国而言，这就是最致命的战略窒息。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波斯湾时，一双看不见的手正从地球的南北两端同时收紧。这就是美国的南北两极前行战略。首先看南方，委内瑞拉这个拥有全球最大原油储量的国家，为什么始终是美国的眼中钉？因为它是中国在西半球最重要的能源支点。美国在此制造冲突，本质上是为了完成新门罗主义的最后拼图，彻底切断中俄势力对美洲的渗透。接着，我们把地图翻转，看看最北方的格陵兰岛。这片冰封之地，在2026年已经变成了北半球的新直布罗陀。随着气候暖化，中国大力推动的冰上丝绸之路试图穿过北极。一旦成功，这将缩短40%的对欧航程，且完全避开美军控制的马六甲。所以，美国在格陵兰部署远程雷达与潜艇基地，就是要在那里筑起一道深寒之墙。这不是在防御俄罗斯，而是在拦截中国的北上战略。那么，远在欧洲的乌克兰又扮演什么角色？它就像一颗钉子，把俄罗斯死死地钉在欧洲战场的放血槽里。只要俄罗斯被乌克兰战争拖住，它就无法在印太或北极地区为中国提供实质的战略支撑。这就是典型的围点打援。南有委内瑞拉的能源切断，北有格陵兰的航道拦截，中间还有乌克兰的战略牵制。这张巨大的网正在试图将中国锁死在欧亚大陆的边缘。而这种全方位的战略窒息，将会对中国的崛起产生哪些致命的化学反应？我们进入下一章。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降维打击？因为美国的战略已经变了。
他们不再试图从内部改变对手，而是要直接抽干对手赖以生存的外部氧气。当美国在荷姆兹、巴拿马或委内瑞拉制造摩擦时，它并不需要真的发动一场全面战争，它只需要制造一种不可预测的风险。对于资本来说，风险就等于成本。当全球航运保险费因为冲突而飙升，当原本稳定的能源供应链变得脆弱，原本停留在中国的全球资本会怎么做？这就是最阴险的软包围。资本会自动流向更安全、更受美国控制的地带，比如东南亚，甚至是回流美洲。这就是所谓的去风险化。同时，中国被迫进入了一场非对称的消耗战。为了保护万里之外的能源线，中国必须投入天文数字的预算来建设远洋海军，进行全球护航。这种财政负担会像寄生虫一样消耗中国的经济红利。美国利用其传统的海权优势，逼迫一个陆权大国去玩一场他最不擅长且成本最高的远海游戏。最终的目标是将中国的崛起锁死在第一岛链之内，让你拥有强大的工业，却没有支撑工业运转的廉价能源；让你拥有庞大的产能，却没有安全送往世界的航道。这是一张无声的网，它不见血，但每一根网绳都在缩紧。面对这种精准的窒息战术，4月即将到来的北京会晤就显得尤为关键。那是一次求同存异的握手，还是最后通牒前的相互摸底？我们进入下一章。当全球的咽喉都在剧烈跳动，2026年4月，美国代表团跨越大洋来到北京。这不是一场叙旧，而是一场在火药桶旁的极限叫牌。美国的第一个目的，安装战略护栏。在全球多点点火的同时，美国最担心的不是摩擦，而是误判。他们需要确保，当美军在荷姆兹海峡拦截油轮，或在南海进行演习时，中国不会因为过度反应而扣动那枚引发世界大战的扳机。第二个目的是筹码的交换。前3章提到的所有压力点，格陵兰的雷达、巴拿马的封锁、委内瑞拉的制裁，此时都变成了美国菜单上的加价项。美国开出的条件可能很露骨，如果中国想缓解北极的航道压力，或者想保证南美的能源供应，那么在金融领域，中国必须配合美国缓解其债务危机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要求中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中立，这就是所谓的玻璃策略，试图将中国与其关键盟友强行切割，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彻底孤立。所以，这场4月的访问并非和平的曙光，而是一场冷和平下的通牒。它是2大棋手在棋盘中盘时，最后一次确认对方的底线在哪里。这次会晤的结果，将决定2026年剩下的时间里，世界是走向局部战争的常态化，还是进入一种更加压抑，但也更加稳定的新冷战。在我们拆解了荷姆兹、格陵兰与巴拿马之后，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既然美国已经编织了全球绞索，为什么这盘棋还没走到终局？答案就在这片海域——台湾。如果说前面的地缘点是美国用来放血的伤口，那么台湾就是这场世纪博弈中双方都绝不能丢失的天王山。对美国而言，台湾是锁住第一岛链的最后一道锁。一旦这把锁断了，所有的咽喉战略都将失效，中国的海权将直面深蓝色的太平洋。对中国而言，台湾是民族崛起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如果不能打破这层屏障，所有的能源突围和航道开发都只是在他人视线下的权宜之计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4月的北京会晤，双方在谈论伊朗、谈论关税、谈论债务时，其实背后都回荡着同一个默契：台湾因素是所有筹码中最沉重也最不可交易的那一个。2026年，世界正处于大火前夕的冷静。美国在全世界点火，或许正是为了在台海这个核心博弈点上，争取更多的侧翼优势与谈判空间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押韵。美伊战争第2集并非结局，而是一场更宏大、更持久对决的序幕。而我们
正站在这场暴风雨的最中心。感谢收看这期深度拆解。大国博弈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是原动力，我们下期见。